儿臣参见母后。你不必向哀家行礼，向历代先皇下跪吧。是。你已祭拜多时，还是随儿臣回宫吧。哀家怕一闭上眼睛，又梦见历代先皇对哀家责骂，你就让哀家再次长跪赎罪吧。母后，您何罪之有？哀家贵为太后，掌管后宫大小事务，可偏偏最大的事情，哀家不能管，哀家管不了。母后，先起来再说。有何事是母后管不了的？肯定是下面的人办事不力。母后，您告诉儿臣，儿臣惩处他们。这不是宫女太监们的错，这是哀家的错。母后何错之有？哀家掌管后宫，除了让各嫔妃、宫人之间和睦相处，不致惊扰皇上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要令皇上早日开枝散叶，为我大明朱家多留后裔。他日哀家100年之后，方有颜面去九泉之下见历代先皇。可是皇儿，你登位已经多年了，只得万贵妃产下一子，还不到1月就夭折了，对皇后是冷漠多时。可是万贵妃她已经年纪不轻了，宫中又无别的嫔妃，别说哀家心急，就连先皇也连番托梦，责怪哀家不劝皇上以子嗣为重，多立嫔妃。母后，子嗣多少，上天早有安排，着急不得。着急不得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何况皇上你身为一国之君，竟把后裔之事当作平常。母后，这你不必多说，就让哀家长跪于此，向列祖列宗赎罪吧。母后，您这又是何苦啊？历代先皇在上，臣妾教子无方，无法劝皇上以后嗣为重，多立嫔妃，以续我大明香火。列祖列宗，责罚臣妾吧。母后，儿臣遵从，母后意愿便是。好，皇上要立多少妃嫔，臣妾阻止不了，也不敢阻止。去做太后的孝子吧。爱妃，这也是情非得已啊。难道皇上看不出这是太后的一出戏吗？太后在宗庙长跪不起，借口梦见先皇责备。如果需要的话，臣妾也可以做给皇上看。是，真的也好，假的也罢。但太后跪在祖宗灵牌前，朕能置之不理吗？说到底，我们夫妻的恩情永远不及你们母子连心。臣妾认命就是。爱妃，其实你也知道，我立再多的妃子，也只不过是为了延续香火，怎么能与你我几十年相知相守的情感相比呢？皇上还记得这些？朕当然记得，你跟朕患难与共、忧戚相关的往事，朕历历在目。只不过，你说母后常跪在宗庙前，做儿子的能怎么办？
爱妃，朕答应你，不管立多少妃嫔，日后对你的宠爱绝不会减少。皇上，臣妾承认是一个嫉妒之人，但是臣妾之所以会嫉妒，都是因为对皇上的爱啊。朕知道，朕了如于心。朕只是希望爱妃不要太难过。皇上终于听从太后的话，同意择妃了。嗨，不容易呀。这也是为了大明江山社稷嘛。那当然啦，这下太后可就放心了。哎呦呦，瞧这姑娘长得多叫人疼啊！多谢太后夸奖。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听说周太后以不孝有三、无后为大的理由说服了皇上，命皇上多立妃嫔，开枝散叶。周太后的心腹官员皇亲国戚连忙献美女进宫，这全是刚进宫的淑女。周太后设宴款待他们，顺便观察个人的相貌品性。一下子送这么多人进宫，是啊，一登龙门身价10倍呢。朝中官员还不拼命把自己的亲信引荐进宫吗？少淑女，少淑女，前太后召见你。走吧。好。皇上已经下旨了，命各个淑女把自己的画像呈现上去，他要仔细看看，从中册封妃子。哀家已经找来宫中最好的画师，把我们青姿最优美的一面展现给皇上。明天一早，你把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早点过来，知道吗？是。太后，皇上一直不敢册立妃嫔，看来就是怕万贵妃心中不悦。这次周太后以计相迫，迫使皇上就范，这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！哀家已经打听过了。新进宫的5位淑女，虽然说是美丽可人，但是跟咱们清的国色天香比起来，那可真是有段距离呢。看来这次皇上要册立青姿为妃的事，可是手到擒来了。那就太好了。这样的话，太后在宫中也总算有个照应，我们这支太后外戚也可延续圣恩。青姿啊，这次可全看你的了。启禀皇上，贵妃娘娘到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不知皇上传召臣妾有何吩咐？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爱妃啊，你看，这些是宫中淑女们的画像。皇上是否在向臣妾炫耀，让臣妾看看皇上的新妃嫔是何等的漂亮？谁能比爱妃漂亮？朕的心思你应该明白，丽妃都是太后之意。皇上跟臣妾早已说过了，又何须召见臣妾再说一遍呢？朕只是想再次向爱妃证明，朕只是求子心切，并无烈焰之心。所以朕想由贵妃你来替朕选出2人，这样既可以安抚太后之心，亦可平爱妃之愿。皇上要臣妾选妃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不奇怪，如果爱妃能够选出合意的2人，那日后相处方能和谐。这样也表明朕对爱妃并无二心。
好，既然皇上委以重任，臣妾却之不恭，那就由臣妾代劳吧。好，爱妃啊，只要你金口一开，那人便飞上枝头。哼。这个少卿姿是前太后宝剑入宫的，人长得最为娇美。若让她进当皇上，说不定我的地位就难保了。既然皇上让我来选，我怎么会把耗子放进米仓呢？皇上，臣妾就选这2人了。好，朕马上册立2人。爱妃啊，那现在你大可放心了吧？放心，是难过才对。皇上立妃，让臣妾来选。皇上可曾听过民间女人的一个说法？家中可容1000张口，却难容下半张床。但愿皇上日后能信守承诺，对臣妾不离不弃。你放心吧，爱妃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朕对你可曾怀有过2心？结果到底是什么呀？喂，是啊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来，有结果了。封了谁了？刘淑女、何淑女都封了陈妃。那我们这位呢？啊！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刘嬷嬷，是谁来了？啊，是太监小福。有什么事吗？说呀。皇上已经下旨，册立何淑女和刘淑女为臣妃。是吗？这个是最甜的。刘嬷嬷，我是来找少淑女的。在里边，你进去吧。青姿，是你啊？有事吗？没什么，我是特意来看你的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何宸妃、刘宸妃那边才热闹呢。司制房、司贞房、
四舍房都在那边忙得团团转，做衣服，做首饰，忙着布置寝宫。我这个已下殿，显得更加冷清。青姿别这么想，选不上你不是你不好，一定是有别的原因的。原因除了我貌不如人，命不如人之外，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原因？我们回去吧，我想清静一会儿。那好，我先回去了，改天再来陪你。你千万别太伤心了。春华，青姿情况怎么样？她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吗？受不了也得受。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，真替她难过。我们身为宫女，辛苦一点也算是有事可做。但青姿这样等侧风，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刚才我去看她，我都不知该如何安慰她了。我曾经呢，在御园碰见过何宸妃和刘宸妃。论样貌，他们都比不上青姿，可皇上为什么会看上他们呢？在后宫中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现在青姿身为淑女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皇上的宠爱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确实是挺难熬的。每个人有不同的命运。不过青姿还好的是，有你这个朋友关心她，那她也不算是孤苦无依啊。以后呢，我们有时间就多去陪陪她。这恐怕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。韩香，我重新改动了一下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我们试一下吧。自从上次七抢带万贵妃来过这儿之后，杨月宫就好像对我们很避忌的样子。杨月宫，他知道是我在宫墙之内与他合奏那首曲子，之后就再也不敢到那儿去了。一定又是七抢在万贵妃面前说了些什么。也许疏远一点，对大家都好吧。好，我觉得可惜才是呢。相识易得，知音难求。在这乐宫局当中，又有多少真正懂得音律、挚爱音乐的人呢？是啊，那以后我的知音就是你，你的知音就是我。来，继续谱曲吧。
少姑娘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不想当你的知音，是不敢。我杨勇不是怕，而是怕连累。杨勇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宫墙那边，但我已经决定，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弹奏这首曲子。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也许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危机了。想不到，皇上这一次册立了何淑女、刘淑女，青姿还是没有被选上。她最早入宫，而且还是哀家保荐的，这真是……唉。太后放心，待会儿青姿到了，我一定要责备一番，让她更努力进取才好。待会儿你们好好谈谈。老臣明白。参见太后，见过义父。不必多礼。哀家要到御花园走走，你跟你义父好好聊聊。恭送太后。太后，老奴随太后游园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自从我收养你之后，我请了最好的先生来教你琴棋书画。你进宫之后，我给你铺排最好的场面，好让你跟皇上见面。前太后几次三番盛宴宴请皇上，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得见龙颜。可是你呢？你没有给皇上留下任何的印象，你太让为父失望了。哼！义父，请你原谅我吧，青姿已经尽力了。尽力了？那么为什么比你后进宫的淑女一个一个的都成了妃嫔，而你却没有任何改变？青姿，义父不是责怪你，义父是怕你太谦让、太被动。你这样在皇宫过活会吃亏的。你现在已经被人迎头赶上，如果不再加把劲儿，以后在宫中更加难以立足，你的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义父也知道这件事太为难你了，要你孤身一人在宫中争一席之地。可是义父也是迫于无奈呀。你看看，义父也是一把年纪了，我的2个儿子又不是大将之才。你说我们在宫中如果没有人撑腰，那我们钱潘2家今后享受皇恩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了。多年来，义父为了供养你的父母，培育你成人，那番心血，那番人力财力，的确是花的不少啊。青姿深知义父对我家的恩情，你知道就好。青姿啊，
虽然我们输了首回合，只要我们加把劲儿，打起精神，我们还能扭转局面。青子，你要好自为之啊！少淑女，我们是回宫。回宫。走吧。少淑女，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在这待会儿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天快黑了，我说让你先回去。那好吧，我去拿件披风过来。哎，刘嬷嬷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呀，已经向太后禀明，回太后宫中服侍，太后也已经答应了。那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你当然要留下来了。剩我一个人呐，那冷冷清清的怎么过日子啊？你呀，你就行行好，陪陪他吧啊！哎，我陪他，谁陪我呀？当初是你愿意来的嘛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以为一到这里，很快就会升为妃子长医的，谁知道会是这样。我怕这样等下去，她会变成白头淑女，我就会变成白头宫女了。你瞧你这一张毒嘴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你走吧，走吧，就让我在这里自生自灭好了。哼！请你带我离开这里。袁公子，请你带我离开这里。你想走？求你带我走吧。我的孤单变成习惯，不想的太多就不烦。好，我带你走。偶尔夜里噩梦却不断，我的孤单变成习惯，总是说快乐并不淡，相濡却寂寞。袁公子，救我！别丢下我！不要丢下我！不要丢下我！不要！海棠，海棠，海棠。
元芳，你要辞去官职？是，周大人。可你为何要辞官呢？周大人说的对，做事要审时度势。现在并非是向皇上觐见如何治理国家的大好时机。留在吏部当官，元放之无甚作为，不如让我辞官游历，做一些我认为痛痛快快之事，还望大人成全。好吧，人各有志，希望你能更有作为。谢大人成全。停！原地休息一下。你们3个看好囚犯，剩下的跟我进来。是。来，我们是西厂锦衣卫，要在这办事儿，你还不快滚出去！嘿，你是不是聋了？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呀，大侠，吴大人，你赶紧走，这里有些衣服和银两，够你路上用的。多谢大侠相救，在下能否知道大侠姓名啊？不必了，吴大人，赶紧走，免得西厂的鹰犬追上来。多谢，请受在下一拜，请起，走吧。好。回长官话，我们押解武良进京，途中遇袭，武良他被人劫走了。看，你们这帮人全都是笨蛋。袭击你们的是什么人？属下不知，只见他戴了一个铁面具，身手敏捷，剑法相当厉害。戴铁面具啊？还是单身一个人就把你们打成这个样子是吗？哎，你给我滚！是。铁面人敢与我们西厂为敌，你是谁？皇上，怎么样？翡翠玉镯贵妃收了没有？他究竟想要朕如何？这不是已经跟他说明白了？妃子都是让他来选的，非要这么折磨朕？皇上，西厂厂工汪直求见。来得正好，传。汪直参见皇上。平身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来的正好，朕正有事要找你商量。皇上，请说。朕难为母命，册立了2名妃嫔，惹怒了贵妃，多日闭门不见，朕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赐座。谢皇上。不知你有何良策？虽然妒忌被列作7出之条，但这也是女人的天性。奴才相信贵妃只因一时妒意才会这样。更何况贵妃应该清楚皇上应该有3宫6院的事实，这时间一长，相信贵妃自会来见皇上的。时间一长，
那到底是多久啊？这就很难预测了。但是皇上可以以静制动。以静制动？暂时不要找贵妃，装作自得其乐的样子，让贵妃娘娘更心急想见皇上，这才是制胜之道。这样行吗？或许3天、10天、8天都不一定，但不妨试试。好，那朕就试一试。你说的也对，如果现在去见贵妃，礼也不收，门也不开，朕要是去了，是自讨没趣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能这么想就最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找朕有何要事？哦，回皇上，近日西厂锦衣卫频频遭受不明身份之人的袭击，看来有人暗中结党营私，奴才担心他们会对皇上不利。有这等事？那你如何处理？希望皇上能够拨出更多人手、更多款项来壮大西厂，以彻查是何人所为，确保皇上您以及大明江山的安全。好，朕就再给你加500锦衣卫，1万两白银。你一定要尽早查出他们的下落。多谢皇上，汪直就是粉身碎骨也会保护皇上的安全。马上去办吧。是，皇上。快点，快一个住手！剩下的10人呢？是，快，仔细搜。哎，你过来，我抬起来。我呢，我没在。你干什么？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。走，走，走。没干。哎呀，没话，走，走。袁大哥，杨勇是你吗？杨勇，你近日在宫中走动，可知西厂为何要抓捕平民百姓吗？西厂遭人袭击，皇上给西厂多增派了人手，说一定要查出乱党。有这种事？袁大哥，你没事？没什么。走，喝酒去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好好。哎，请啊，好，这边坐。哎，袁大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为什么喝这么多？没什么，不过想到少年时，以为自己的一腔热血可以为国为民做些事情，但事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听说你把官辞了，可有此事？已是上个月的事了。那你有何打算？四海遨游，做一些我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。是啊，我在宫中当乐工，也是权宜之计。要不，我跟着你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吧。杨勇，老实说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，我怎么敢带你一同去冒险？对了，你进宫数月，可有什么见闻？人在宫中，身不由己，有些人想接见又不敢。我大哥的死因，我想去查，但不能去查。看来我们的境况相同，都是身不由己啊。来，为我俩能早日找到方向